大家好，这里是澳洲来信机场看清治理。今天聊福州长乐机场。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地方基建故事，也不是几十年前福建的一笔旧账，它更像一扇窗，让人看到习近平在地方任职早期已经形成的一套做事方式。目标要大，口号要响，规划要宏伟，至于需求、财务、市场和意义，反而推到后面。很多年以后，我们再看雄安新区产业基金、芯片大跃进、一带一路里那些账面漂亮但回报沉重的项目，会发现长乐机场并不陌生。它像是一个早期样本，规模不算最大，但逻辑完整。说时间线，1990年代初，习近平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。福州当时在沿海开放城市里并不算特别突出，既没有上海那样的金融和航运地位，也没有广州、深圳那样的外向型制造业和港资网络。福建有侨乡优势，有对台位置，也有民营经济活力，但福州作为省会，发展定位一直不够清晰。就在这个背景下，习近平提出了后来被官方反复宣传的3820工程。所谓3820，大致就是3年翻一番，8年达到小康，20年让福州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水平。这个口号听起来很有气势，后来的宣传材料把它说成是高瞻远瞩、顶层设计，甚至有人把它形容得像真理光芒一样。但从公共政策角度看，越是宏大的口号，越要问3个朴素问题。第一，福州靠什么产业实现目标？第二，资源从哪里来？债务由谁承担？第三，如果预测错了，谁负责纠偏？长乐机场的故事恰恰就卡在这3个问题上。按照现在一些官方叙事，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是习近平在福州任上亲自推动的重要项目。1991年前后提出，1993年动工，1997年通航。它也是3820工程里最醒目的工程之一。当时福州已经有义绪机场，离市区比较近，但它是军民两用机场，规模有限。支持新机场的人会说，福州要发展，要开放，要对台，要吸引侨资，当然需要一个现代化机场。这个理由表面成立，问题在于新机场建在哪里，建多大，按什么客流货流预测来建，这些才是真正决定成败的部分。长乐机场最后选在距离福州市区较远的海边，这个位置对不少市民和司机来说一直都很不方便。过去很多外地人到福州，第一感受不是省会门户的高效，而是从机场进城路程太远。原稿里提到，多年后去福州接送机的司机很多都会抱怨这个机场位置。这种民间抱怨不一定代表全部事实，但它说明一个基本问题：机场选址并没有真正以普通乘客和城市运行效率为中心。为什么要选那里？公开报道和旧材料里有一种解释，是希望借助长乐侨乡资源。长乐一带在海外有不少华侨，如果这些华侨愿意回来投资、捐款、坐飞机，似乎就能形成巨大市场。还有一种更带内幕色彩的说法，是习近平当年考虑到未来统一台湾，马祖以及两岸交通会让福州成为某种特殊枢纽，所以机场要放在面向马祖的方向。这些说法我们不能把未经证实的部分当成铁证，但他们共同指向同一种思维：先假定一个宏大未来，再反推今天必须建设一个超前工程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在澳洲做金融或者项目评估，最怕的不是愿景大，而是愿景替代了测算。一个项目可以有战略意义，但战略意义不能免除现金流、需求、债务和风险分析，尤其是公共工程，用的是纳税人的钱，借的是地方信用，错了不是某个领导自己买单，而是整座城市、整个系统买单。长乐机场当年的建设规模就体现了这种超前得、近乎冒进的特点。原先由中国民航设计部门提出的方案相对小一些，但习近平方面并不满意。后来福州请来新加坡规划专家刘泰阁参与城市规划。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是世界级枢纽，福州方面也希望对标新加坡，把机场做大、做现代化、做成门户。可是新加坡为什么需要樟宜机场？因为新加坡处在国际贸易、航运、金融和航空网络的关键节点，
它本身就是东南亚乃至全球交通体系里的中转枢纽。机场的大不是因为领导喜欢大，而是因为客流、货流、航线网络和国家定位撑得住。福州当时并没有这个条件，它既不是全国航空枢纽，也没有足够成熟的国际航线基础，更没有新加坡那种制度环境和开放程度。只拿樟宜机场的外形和规模做参照，却没有背后的市场逻辑。就像只看楼有多高，却不看地基是什么，项目成本也迅速扩大。原稿提到，最初投资计划大约10几亿元，后来增加到20多亿元，加上贷款利息，总额进一步膨胀。航站楼面积、跑道预留、配套高速和桥梁都朝着一步到位的方向走。支持者会说这是百年大计，不能只看眼前。但百年大计这4个字在中国地方治理里经常变成一个挡箭牌。一旦说成百年大计，眼前亏损可以解释为暂时困难，债务压力可以解释为发展成本，反对意见可以被说成短视保守。问题是，真正成熟的百年大计恰恰应该更重视阶段性约束，更重视可持续性，而不是把未来几十年的不确定性一次性压进今天的债务表里。当时不是没有人反对，材料里提到一些福建本地官员对航站楼规模、资金压力、开工条件都提出过意见，还有中央部门的官员对机场高速、桥梁等配套工程表达过强烈不满，认为这是地方官搞政绩工程寅吃卯粮，把未来还债责任留给后来人。朱镕基也曾经对这个项目泼过冷水。按照原稿说法，朱镕基在福建视察时质疑过，一个省已经有厦门机场，福州是否有必要再搞一个大规模国际机场？发达国家的机场布局，也不是每个相邻大城市都要重复建设国际机场。高速公路、铁路和区域分工本来都可以解决很多问题，这类质疑并不复杂。它不是反对福州发展，也不是反对福建开放，而是在问这个地方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大、这么远、这么贵的机场。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激励下，一个市委书记如果要证明自己有魄力、有蓝图、有调动资源的能力，就很容易把大项目当成最直接的答卷修路、建桥、建机场、搞新区，这些都能迅速形成投资额、推高 GDP， 留下可见的政绩。至于项目后续能不能盈利，债务会不会压垮运营，往往已经是下一任、下一任的事情。长乐机场通航后，问题很快暴露，客流、货流达不到设计预期，航线不足，管理能力也跟不上。机场建设本身背着沉重贷款，运营收入又撑不起成本，亏损不断扩大。到2002年前后，中央审计介入，审计署公开披露，长乐机场建设规模过度超前，客货油量只达到设计规模的一部分，航站楼长期闲置，亏损严重。最后，这个项目被定性为领导层决策失误，造成重大国有资产损失的典型案例。这话很重，在中国政治语境里，能把一个大型项目公开定性为领导层决策失误，已经非常罕见。它说明问题不是一般经营不善，也不是市场短期波动，而是从决策源头就出了偏差。审计总结出来的问题也很典型，市场预测过于乐观，基础数据不扎实，建设规模过度超前，大量举债推高成本，项目管理混乱，资产闲置浪费，运营体制和经营能力都存在缺陷。如果把项目名称遮住，只看这些问题，你会觉得它像很多后来中国式大项目的通病，先有政治愿景，再有宏大口号，然后用行政力量集中资源，用银行贷款和地方财政把项目推起来，等项目落地，需求不够，收入不足，债务沉重，最后再靠重组、注资、展期、转移债务来消化。问题从来没有真正消失，只是换了账本。长乐机场后来的重组也很有中国特色。习近平在2002年调离福建去了浙江，机场的亏损和债务问题则留给后面的地方系统处理。原稿提到，厦门方面后来参与接管和重组，承担债务进行资产整合，这里面有多少是正常区域整合，有多少是替前任项目善后，外界很难看到完整账目，但政治上的结果很清楚。真正推动项目的人离开了，工程的财务后果留在了地方。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件事值得重新讨论，不是因为福州今天还有没有机场，不是因为长乐机场后来有没有扩建，也不是因为几十年后客流增长了，就能倒推出当年决策没有问题。任何基础设施项目经过20-30年城市扩张和经济增长，都可能被慢慢填满。关键问题是在当年那个时间点，按当年的需求、债务、财政能力和替代方案，它是不是一个合理决策？如果一个机场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没有彻底白建，那至少说明当初超前的成本非常高，这和个人治理风格有关。习近平在福州提出过一个想法，大意是上海和广州之间距离很远，中间应该有一个福州作为经济枢纽和中心城市。这个判断听起来很直观，但问题也很明显，城市不是摆棋子，不能看地图上中间空一块，就凭意志造出一个枢纽。上海成为上海不只是因为地理位置，广州和深圳成为珠三角核心，也不只是因为他们在南方，背后有港口条件、产业链、制度开放、国际资本、人才流动、贸易网络、地方商业传统，以及很多年形成的市场生态。一个城市如果没有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，只靠一句中间需要一个我，很难真正崛起。福州这些年当然有发展，但它并没有成为新加坡，也没有成为上海和广州之间的超级枢纽。福建更具经济活力的区域，很多时候反而在泉州、厦门、晋江这些民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更强的地方，这就让3820工程的宣传显得尴尬。官方可以不断强调战略眼光，但现实会问一个朴素问题：30多年过去，目标实现了吗？如果没有实现，至少应该承认当年的顶层设计有相当大的想象成分。当然，评价一个地方，领导不能只看一个项目。福州9年也有城市建设、招商、开放、旧城改造等其他内容，但是长乐机场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集中呈现了几个长期延续的特征。第一，对规模和象征意义非常敏感，机场、桥梁、新区、宏大规划，这些东西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和政治显示度，它们能让上级看到你在干大事，也能让媒体讲出一个跨越式发展的故事。第二，对市场约束不够敬畏，一个机场有没有客流，一个新区有没有产业，一个产业政策有没有真实技术积累，不能靠文件写出来，也不能靠领导人的信念催出来。市场不一定永远正确，但市场约束是真实存在的，忽视它，最后一定会以亏损、闲置和债务形式回来。第三，喜欢把不确定的未来当成确定性前提，比如华侨会回来，台湾会统一，福州会成为枢纽，20年后会接近中等发达水平。每一个判断单独看都可以说是愿景，但如果把愿景直接变成今天举债建设的依据，就非常危险。第四，责任链条不清晰，项目成功是领导高瞻远瞩，项目失败是市场变化。经营不善，下属执行问题，真正做出关键决策的人往往在暴雷前已经高升。中国地方治理里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权力和责任不对等，这也是为什么朱镕基时期的审计显得特殊。朱镕基不是没有问题，但他那个时代至少还存在一种技术官僚式的财政纪律意识，项目亏损了，审计署可以查，可以公开点名，可以把它列为反面典型。到了今天，如果类似项目背后站着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标签，谁敢审计，谁敢公开说？这是领导层决策失误造成重大国有资产损失，雄安新区大规模产业补贴，很多地方的形象工程招商烂尾，园区空置，是不是同样逻辑？大家心里都有答案，但在今天的政治环境里，答案不能进入正式文件，只能变成民间议论、海外文章，或者多年后才被慢慢拼出来的旧账。第二份原稿提到的那篇内幕文章，还给这个机场故事加了一层政治想象。文章说，习近平早年接近某些红色家族网络，身边人认为他沉稳谨慎，爱读评书和传统小说，相信命运，也相信自己未来会承担某种历史角色。文章还说，他在福建时对福州机场选址有更长远的两岸安排，
认为未来台湾统一后，福州、马祖一线会成为重要交通中枢。这类内容真假难辨，我们不能照单全收，但它有分析价值。因为即使抛开具体爆料，一个人如果长期用历史使命、大棋局、百年大计来包装具体项目，就很容易把现实反对意见视为格局不够，司机嫌远是小民短视，财政压力大是干部保守，客流不足是暂时还没到时候。反正只要把时间拉长，总能说未来会证明自己。这种思维在政治上很有吸引力，它让领导显得有远见、有魄力，不计较短期得失。可是对现代治理来说，它也很危险，因为现代治理不是靠一个人预言未来，而是靠制度不断校正错误。你可以有战略判断，但必须允许别人质疑；你可以做长期规划，但必须建立阶段性止损机制；你可以推动基础设施，但必须把成本、收益和替代方案摆到桌面上。如果所有反对意见都被压下去，所有风险提示都被视为不支持发展，所有审计追责都只能发生在政治风向允许的时候，那么所谓大棋，最后往往就是大仗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福州长乐机场的真正意义，不是它亏了多少钱，也不是它后来有没有变好，而是它提前暴露了一种权力运行方式。地方主官用宏大蓝图获得政治资本，银行和财政用信用为蓝图买单，基层公务员、民企、华侨甚至普通市民通过捐款、收费、税收和公共资源承担成本。等审计发现问题，推动者已经进入下一站。这套机制后来并没有消失，只是权力层级更高，项目规模更大，外部监督更少。所以我并不认为长乐机场只是习近平早年一次偶然失误，它更像是一个起点，或者说一个预演。在福州是机场和城市规划，到浙江是更成熟的区域战略叙事，到中央是中国梦、雄安、共同富裕、新发展格局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。语言越来越宏大，资源调动能力越来越强，纠错空间却越来越小。一个人在地方上做错一个机场，中央还可能派审计署来查。一个人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，如果用同样方法推动全国性工程，谁来查，谁来刹车？谁来公开说基础数据不科学，市场预测过于乐观，建设规模过度超前？这才最值得警惕。我们也要公平一点说，基础设施本身不是坏事。中国过去几十年能快速发展公路、港口、机场、高铁，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很多时候基础设施需要适度超前，不能完全等需求满了再修，但适度超前和脱离现实是两回事。好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在真实需求、产业趋势、财政能力和长期维护成本之间找平衡。坏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把领导人的政治叙事放在第一位，把经济测算放在第二位甚至第三位。福州长乐机场当年的问题恰恰不在要不要发展，而在用什么方式发展。一个城市要发展，应该先弄清自己的优势在哪里，是制造业，是港口，是侨乡网络，是对台服务，是民营经济，还是教育和科技，然后围绕这些优势逐步改善制度环境、营商环境和交通条件。如果反过来，先定一个新加坡式大目标，再用一个超大机场来证明这个目标，就容易本末倒置。从今天回看，福州没有变成新加坡，并不令人意外。新加坡的核心不是机场大，而是法治、开放、国际金融、港口贸易、英语环境、政府效率和全球连接能力。福州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和产业条件，只复制机场和城市规划的外观，就不可能复制新加坡的结果。结果往往是硬件建起来了，软件没有跟上，债务堆起来了，产业没有长出来，口号喊起来了，市场没有买单。长乐机场的旧账提醒我们看一个政治人物，不要只看他后来宣传材料里的形象，要看他早年怎么处理具体问题，怎么面对反对意见，怎么使用公共资源，怎么承担错误后果。如果一个人在地方任上就已经习惯用宏大愿景压倒技术判断，用政治决心替代市场测算，用下一阶段升迁消化上一阶段风险，那么他掌握更大权力后，问题只会被放大。有人会说，长乐机场现在不也还在运营吗？第二，航站楼也在建设或投用，几十年后客流也上来了，这是不是说明当年有远见？这个说法听起来有道理，但经不起细看。
一个城市发展30年后，机场需求增长是正常现象，问题不是30年后有没有人用，而是当年为了提前30年建设超大规模设施，付出了多大财务代价，挤占了多少其他公共资源，制造了多少债务和腐败空间。公共决策不能用，以后总会用上，来替所有浪费辩护。真正的远见是既看到未来，也尊重现实。真正的魄力是敢推动必要改革，也敢承认测算边界。真正的治理能力不是把地图上的空白处填满建筑，而是让资源流向最能产生长期回报的地方。长乐机场当年的失败就失败在这里，它把一个可能合理的交通需求包装成了过度宏大的政治工程，把一个省会机场问题上升成了对标新加坡，面向台湾承接未来大格局的政绩叙事。最后叙事很漂亮，账本很难看，这件事对今天仍然有意义。因为中国现在面对的很多困难，本质上都是过去这套增长模式的后遗症。地方债高企，房地产退潮，基建回报下降，产业政策大量重复投资，人口和财政约束越来越紧。过去可以用下一轮增长掩盖上一轮错误，现在越来越难了。当增长放慢，所有被宏大叙事掩盖的成本都会重新浮出水面。福州长乐机场只是其中一个早期案例，它提醒我们，一个国家最怕的不是领导人想做事儿，而是领导人只相信自己的想象，并且拥有足够权力让所有人替他的想象买单。如果一个制度不能在立项时认真质疑，不能在建设中及时刹车，不能在亏损后追究真正责任，它就会不断复制同一种错误。区别只在于这一次叫机场，下一次叫新区，再下一次叫国家战略。所以长乐机场这笔旧账不只是福州旧账，它也是理解习近平政治风格的一把钥匙。从早年的福州到后来的北京，很多东西并没有突然改变，改变的是职位、资源和话语权。不变的是那种相信大蓝图、迷恋大工程、轻视现实约束的治理冲动。如果说福州机场曾经是一次地方级的翻车，那么今天很多全国性大项目就是同一种思路在更大舞台上的延伸。一个机场的亏损，地方还可以慢慢重组；一个国家的误判，代价就没有那么容易消化了。这里是澳洲来信，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评论，咱们下期再见。